大家好，我是小杨。黑客帝国上映已经20多年了，这部赛博朋克科幻电影以及其反乌托邦的未来主义视角、独特的时尚感以及流畅新颖的动作片段而备受争议。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些哲学主题的流行讨论的催化剂。矩阵与其说是机器给予人类的精神枷锁，倒不如认为是人类进化的一种最终格式。换句话说，就算是没有 AI 的人工智能矩阵，人类也会随着某种意识流的出现而被创造。这种心理在我们现在已经隐约可见了。在网络上扮演现实中的角色，但在现实中又渴望现实向虚拟靠近。即使没有像《黑客帝国》电影那样，所有人被罩在一起，被拴在一起。再比如，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在肉体的躯壳中。假如有朝一日我们的身体是金属的，或者我们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身体，是不是和黑客帝国中的人类状态一样呢？信息的现代化交流也能使行为与思想不只在由一个人产生而已。这两样东西是在茫茫人海中产生了自主意识。一个尼奥倒下了，其他的尼奥站起来，尼奥的思想与选择也会孕育另一个尼奥。因此，矩阵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极端形式。重新加载的矩阵最令人震惊的启示之一，就是尼奥推断出先知是一个程序，并且是正确的引导墨菲斯找到了一个旨在看起来和行为像人类的代码。所有采用人类形式模仿人类情感的程序也是如此。比如构架师行为和表情，就像人们对邪恶的计算机程序所期望的那样，尽管它在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富于人性化，但是为什么机器经过数百年的进化，它的文明却越来越像人类一样呢？欢迎来到小杨说矩阵，但在此之前，请你点那个红色关注按钮，红色药丸正下方正是视频开始的时候。哈哈，这个视频是对之前先知视频的分析。先知使用人类情感和面目表情来操纵尼奥。如果我们分析矩阵宇宙中机器的历史，从人类创造第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到尼奥被先知操纵的那一刻，700多年过去了。如果机器一直进化升级达到拟人化，那么人类某些行为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为此，程序会以简单化或人性化的方式行事。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矩阵程序的问题。系统里的某些程序会喜欢圣诞老人。矩阵中的先知将构架师称为那个人。似乎程序表现出更多的情感，更像尼奥。
但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机器的角度来看，每个程序都必须看起来行为人性化，以免人们对矩阵内部现实的感知产生负面影响。没有感情的程序可能会出问题，增加人类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但是尼奥的例子它更具体，以前的异常被编程为爱，并与人类建立联系。5个前身是基于类似的预测设计的，旨在对其他物种产生深刻的依恋，促进一个人功能的不断成长。崔尼迪是尼奥的情感纽带，尼奥只专注于一个崔尼迪。构架师的启示意味着尼奥以及他的前身都容易受到情绪操纵。他故意将爱编入异常中，以便尼奥对人类产生同情心，从而开发出拯救他们的方法，以此来重新启动矩阵。所以说，尼奥就是一个人机合成的升级程序。异常是矩阵的错误代码，存放在尼奥那里。异常本身不受制裁，它没有意识或自我意识，因此异常也容易受到操纵。先知不得不使用情绪和面部表情来欺骗尼奥，这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镜像神经元的东西。当我们做某事并看到别人时，镜像神经元就会激活做同样的事。我们的大脑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这一事实解释了通过模拟来学习同理心。由于我们将他人的行为体验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因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人类可以识别其他人的手势，我们可以通过某人的言行来识别情绪。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人是谁，就可以根据他们的言行来猜测他们的感受。特别是如果我们体验过某人的这种情绪，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某人的这种痛苦。如果我们有同样的恐惧和害怕，我们会感受到他们的恐惧和害怕，也可以感受到有人吃你最喜欢的食物时的喜悦。当这些特定的神经元被激活时，你会感受到那份特殊的享受与欲望。人类大脑的其他区域也是如此，它们使我们能够识别手势和动作。我们将所有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解释以前学习和记忆的东西，并赋予它意义。人脑的这种能力帮助我们理解了矩阵，这是矩阵程序具有人类的表达和手势。真正的人类看到后理解并与程序产生共鸣，使模拟更加身临其境和令人信服。如果程序没有表现出幸福、喜悦甚至恐惧的情绪，尼奥不会同情和相信先知，甚至会怀疑他。因此，这只是和人类之间建立联系的操纵策略。请记住，先知是一个直观的程序，旨在了解非常先进的人类心理活动，所以他得出了结论，
做了最好的选择。他要激活这种人类的同理心。他装扮成一位住在中下层公寓楼的老妇人。他喜欢空陪、吸烟，总爱送人糖果和甜点。糖果和甜点的作用是使红色药丸生效。红色药丸能够破坏矩阵的规则。他在没有成为矩阵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发展了人类的情感和行为。这是否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机器人可以感受情感？为什么机器城中的程序没能超越人类行为？我们必须学习一个特定的假设，被称为佛林效应。佛林效应是智商分数逐年不断上升。这种效应从19岁开始，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在英国进行的2008名研究人员估计，增长率约为每10年2到3个智商点。根据这种方法论，人类会周期性的变得更聪明，并且由于健康饮食和无障碍教育的改善，这种认知会进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正在放缓，甚至是逆转。这意味着人类的智力也有一个极限，我们可能已经达到了人类智力潜能的顶峰。一些科学家认为，与生活在数千年前的人类相比，我们在智力上并没有那么与众不同。我们与祖先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今天拥有工具。如果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话，那么在人工意识中开发的智能也可能受到限制。也许机器也达到了它们最大的智力潜能。如果人工智能选择不变得更聪明，那么矩阵的科技锁死，人类将从矩阵觉醒，矩阵也会随着人类的灭亡而灭亡。人类的大脑只需进行简单的运算就够了，大量的运算交给了机器运算。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机器的运算是有限的。机器为了矩阵系统的稳定，可能已经决定不成为一个非常聪明的类型，因为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灵魂。其他程序也在努力保持他们的意识完好无损。你可以认为这些程序就像人类一样。像先知这样的程序可以使用情绪和面目表情来实现镜像神经元，使某人具有同理心且易于操作。但这些机器可能难以持续自己的身份，正因如此，他们继续表现出人类的情感和行为，因为像我们一样，他们是有意识的。这个话题涉及到了什么是有意识的，它不太可能用于任何未来的矩阵维度。这个话题让我们认识到机器族群是有意识的，他们努力让另外的人类族群认为他们是有意识的，或者他们会在矩阵程序的情况下寻求超越。他们似乎一直在人类面前保持状态，为保持他们在与人类战争之前的状态而奋斗。先知用拟人的面目表情和行为来操纵尼奥，或者说所有的机器就是有意识的，这就是他们的真实表达。你同意吗？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